在那个世界里，兄弟这两个字比家人更重。你替他当过事，他替你都过底，一起吃过亏，一起拿过好处。但那个世界有一条没有人说出口的规矩：当位置只有一个的时候，兄弟是第一个要清算的东西。来福听清楚了，他在门外站了1秒钟，然后他选择沉默，继续往前走。3天后，他的大哥明雄死在那条他走了7年的巷子里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明，欢迎回到艺海路。今天要说的是那1秒钟的故事。你有没有看着一件事发生，然后告诉自己，这不关我的事？不是因为你不知道，是因为你知道插手对自己没有好处。那一刻，你是清醒的。清醒是这件事里最重的2个字。台湾有一句老话，蒙甲出英雄，但这句话的背面，没有人说出口的那半句是，蒙甲也出孤魂。蒙甲的地下伤口不是1970年代才开的，他最深的那一刀在1853年。咸丰3年，蒙甲爆发了顶下交聘，泉州3亿人与同安人为了码头的控制权，在这里打了一场决定北台湾命运的械斗。林右藻背着城隍神像冲出火海，带着同安人撤往大稻埕，留下来的是血染的街道和大量死得不明不白的人。老蒙甲人说，贵阳街一带夜间至今气场不同，那是170年前积下来的东西，从来没有真正散过。然后是战后，然后是1960年代的华西街，那条街上有一间建于1935年的老戏院方明馆。日治时代的戏院，战后成了角头势力的围绕地带。1966年，方明馆拆除了，新的建筑盖起来，但那条巷子还在，地还是那块地。老蒙甲人说，方明馆原址旁的那条旧巷子，夜里偶尔会听见说不清楚的声音，不像是从新建筑里传出来的，像是从更深的地方，从地底下透上来的。这就是蒙甲的体质，它不是突然变阴的，是一层一层叠上去的。械斗的死，火拼的死，被人出卖的死，每一个横死的魂都加了一层。台湾的黑道和台湾的民间信仰从来不是2件事。角头拜关圣帝君是因为关公讲义气，而义气是那个世界的第一条规矩。堂口出事，去庙里求教，问神明这件事能不能做，这不是迷信，是那个世界里的决策流程。兄弟死了要办法事，要超度，要让那个魂有地方去，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，横死的魂如果没有人好好送，会留下来。蒙甲有些从角头出来的人，后来转去做礼仪师。他们说过，那个世界死掉的人和一般人死掉的不一样，不是死状的问题，是那种死带着太多没说完的事，太多疑问，太多没有给到的答案。民间有个说法，在庙宇附近犯下的恶行，神明看见了，不用等别人来算账，自己就会出事。龙山寺青山宫是蒙甲角头的精神边界，边界以内有些事不能做，但沉默应该不算做了什么。来福是这样告诉自己的。宋代笔记《顿斋闲览》里有一种记载，寺庙旁边1年之中有几个夜晚会出现一个谁也说不清楚的市集，有声音，有人影，有交易的气味，但那些人不是活着的人。作者写，人谓之鬼事，因民之事，盖有非人意所能测者。意思是阴间的事什么时候开，为谁而开，没有人能测量，也没有人能阻止。老蒙甲人说，这里的巷子见过太多横死的人，械斗死的，火拼死的，被人出卖死的，每一个都带着没有说完的话走，带着那个最后的疑问：谁知道？谁看见了，却选择了沉默。鬼市不是每个夜晚都开，它为特定的人开。那个亏欠最重的人走进那条巷子的夜晚，鬼市就出现了。鬼市里卖的不是货，不是钱，是那些死去的人还没有交出去的东西。那个疑问，那个没说完的话，那个死的时候心里最后剩下的那一件事。明雄死的时候，心里最后那件事，来福知道是什么。因为如果是他的最后一个念头也会是同一件事。
中元节前的某个深夜，来福走进了方明馆原址旁边的那条旧巷子。他以为他只是走夜路，但那条巷子那晚不让他出去。来福跟着明雄跑了7年，7年是那个世界里很长的时间，长到你开始以为这就是你的一辈子了。明雄不是最大的角头，但在华西街那一带，他的名字是有分量的。来福在他手下做的是跑腿的事，传话、盯场，有时候站在旁边让别人知道这个地方有人管。7年，他学会了一件事，在那个世界，你不需要自己动手，你只需要让对的人知道你站哪边。昭明是后来进来的，比来福晚2年，但升得快。那种人说话的方式让人觉得他永远清醒，做事的方式让人觉得他永远有退路。来福看他，有时候像在看一面镜子，但是那种你不想承认像你的镜子。那天晚上，来福去方明馆原址旁边的那条旧巷子，替明雄传一个消息。事情传完，他往回走，经过一扇半掩的旧木门。那扇门他走过不知道几百次，从来没有多看一眼。但那晚，他听见的声音，是昭明的声音，还有另一个声音，他认得，是对立堂口的人。他站在那扇门外，听清楚了，昭明在卖明雄的行踪。下一次明雄独自出门的时间、地点、哪条路、几点，交换的条件是明雄死了之后，那个位置归昭明。来福站在门外，他算了一件事：昭明那边的靠山比明雄更大。这件事发生之后，堂口的天要换了。他若是现在进去，或者去通知明雄，他都没有任何好处。他站了1秒钟，就1秒，然后他继续往前走。他对自己说：“我没有听清楚，我也许听错了，这不关我的事。”3天后，明雄在一条他走了7年的巷子里被人围了，没有出来。来福去送了花圈，他站在灵堂外面没有进去。他告诉自己，战场上的事没有人能预料，明雄有他自己的命，这不关我的事。昭明接了明雄的位置，他没有动来福，不是因为仁慈，是因为来福那晚站在那条巷子里，昭明知道，来福的沉默就是他的投名状。2个人从来没有说破过这件事，但2个人都知道，一个用沉默换了位置，一个用沉默换了活路。就这样，2个人继续在同一个堂口做事。但有一件事开始不一样。来福走进任何一个房间，开始下意识的先看门，看门是开着还是关着，看自己站在门的哪一侧。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但就是会，像身体记住了什么，他的脑子还没有承认的东西。中元节前3天的深夜，来福从堂口走路回住处。他走这条路走了7年，闭着眼睛都走得回去。但那晚他一直在走，脚没有停，方向没有错，却不断重新出现在同一个巷口。不是他绕路，不是他走错，就是走着走着，那个巷口又在他面前了，像那条路有一个缺口，把他一次一次送回来。他看了看表，表停了，他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。油灯亮起来了，不是一盏，是很多盏，沿着巷子深处一路延伸，像有人把一条路点亮了，在等他走进去。摊位展开了，低着头的人摆着各种东西，旧刀、旧账本、旧衣，还有一些来福说不清楚是什么的东西。没有人叫卖，交易在沉默里进行。来福往里走了几步，那些低着头的摊主在他走过的时候，慢慢侧过脸，低着眼，从眼角看了他一下，不是打招呼，不是好奇，只是确认他来了，他们知道他会来。来福想转身，他转身往来的方向走，巷子还在，路灯还在，华西街的街道他认得每一块石板，但他一直在走，走了很久，那个巷口又在他面前了，再走，再回来，再走，再回来，那条街那晚不认识他了。他停下来，低头看地面，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落在前方的石板上。起初那只是他自己的影子，一个人站着准备离开，然后影子开始变了，不是模糊，是变成另一个东西。影子里出现了更多人的轮廓，
不是站着的，是围着的。中间有一个人影被那些轮廓围住，退无可退。来福认得那个被围住的轮廓，那是明雄的身形，那是那条巷子里他没有去的那一晚。影子在地面上把那件事重新演了一次。他低着头看着，但没有办法移开眼睛。他重新走进那个室，最里面有一个摊位，没有油灯，黑的，但来福看得见。摊位后面立着一扇门，旧的、木的，半掩着。他认得这扇门，不是因为它特别，是因为它太普通，普通到他走过几百次，从来没有多看一眼。但他知道，这就是那晚他站在外面的那扇门。门旁边坐着一个背影，低着头不动。来福的脚停在摊位前，他看着那个背影，喉咙开始紧。他知道那是谁，他怕那个背影转过来。那扇门的门缝里透出声音，不是风声，不是市集里的声音，是那晚的声音，昭明的声音，对面那个人的声音，那些条件，那个时间，那条路，几点，一字不漏。来福对自己说过不知多少次的那句话，我没有听清楚。在那扇门前说不出来了，因为那扇门就在那里，那晚的声音就在那里，他听见了的东西就挂在门缝里，等他承认。明雄背影没有转身，没有说话，只是坐在门旁，让那晚的声音继续从门缝里透出来。鬼市里有些摊位卖的不是货，是那些死去的人带不走也放不下的东西。明雄的那一份是那晚的真相，从来没有人买走过，因为唯一能买的那个人要付的代价只有一句话：我听见了。他想说，我听见了。那几个字在喉咙里出不来，不是因为恐惧，是因为说出来就必须承认。那一秒钟他是清醒的，他不是没有听清楚，他不是以为自己听错了，他听清楚了，他算清楚了，然后他继续走。那扇门还是半掩着，背影始终没有转身。天开始要亮了，油灯一盏一盏熄掉，摊主一个一个消失，最里面那个背影的摊位是最后一个。熄灯之前，那扇门还立在那里，半掩着，门缝里的声音还在。天亮了，来福站在华西街的巷口，手里什么都没有，身体完好，什么都没有少。但从那天早上起，他走进每一个房间都先看门，看门是开着还是关着，看自己站在门的哪一侧。他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停不下来。他的右耳还听得见那天晚上门缝里透出来的声音，不是昭明的声音，是明雄的，在说话，说的什么他听不清楚，他只知道那个声音是在问他一个问题。来福后来没有再走那条巷子，他绕远路，多走半个小时，也不再走那个方向。他没有跟任何人说那晚的事，不是因为没有人会信，是因为说出来就必须把前面那件事一起说出来，而那件事他还没有准备好说。他继续在堂口做事，昭明的手下一样传话，一样盯场，一样站在旁边，让别人知道这个地方有人管。换了一个大哥，他告诉自己，其他的事都一样。但每年中元节，他都会在傍晚之前去龙山寺，不拜拜，不求签，只是在庙城的角落坐着，让香烟围着他待一会。他说不清楚为什么要来，只是觉得应该来。有一年，他在庙城坐着，旁边坐了一个老人。老人看了他很久，然后说：“你是来还愿的，还是来躲债的？”来福沉默了一下，问：“有差吗？”老人说：“有。还愿的人坐一会儿就走了，躲债的人坐多久都坐不够。”来福没有再说话，老人也没有再问，两个人就这样坐到香烧完，各自离开。我不知道来福后来有没有说出那句话，我只知道那扇门，他站在门外的那一秒，从来没有真正过去。那一秒，还在原地等着，等他走进去，说他听见了。我们通常以为旁观是最安全的选择，你没有动手，
你没有说完，你只是恰好没有说话。但旁观有一个重量是你在那一刻感觉不到的，是后来在某个安静的夜里，在某个你以为已经忘记的巷口，它重新压回来的那种重量。你有没有看着一件事发生，然后告诉自己这不关我的事？如果有，那一秒钟还在等你，不是要你去忏悔，不是要你去道歉，只是要你承认你听见了，就这样。我是小明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记得订阅一海路，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。